这个男人早上醒来，嘴唇和后面都火辣辣的疼。他看着躺在身边的丧尸，陷入了沉思。没想到昨晚竟交往了一名丧尸。他原本是哪都硬的幸存者队长，如今却沦为这个丧尸的独宠。不仅每天都要抱着他，还要与他贴身猴子。只因他被自己最信任的队友陷害，从7楼跌落进了丧尸群。此时看着楼顶上迅速变小的身影，方乐言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然而想象中的痛感并没有出现。方乐言猛地睁开眼睛，正好对上一张没有血色的脸，对方一双淡红色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方乐言顿时懵逼，他100多斤硬是没把这丧尸砸烂，这么结实的吗？此时被丧尸王带回别墅的方乐言，趁丧尸王出去找食物的空隙，竟偷偷跑出了别墅，却不幸被周围的丧尸包围。就在那些丧尸指甲抓向他时，突然丧尸群里发出了一声暴躁的怒吼，声音很大。那些抓过来的丧尸缓慢停顿的动作变得有些呆滞，而凑到方乐言眼前的丧尸，或许是抵御不住活人的诱惑，只停顿了几秒就嚎叫着继续咬上来。嗖的一声，方乐言眼前一滑，面前丧尸眨眼间就被甩飞了出去。方乐言大口喘息着，眼前有些恍惚。裴朝愤怒的脸出现在他前方，那双红色瞳孔紧缩，从对方喉咙中发出一声震人耳膜的怒吼，瞬间四周的丧尸眨眼间如潮水般退去。裴朝发怒撒气，拉扯住几个旁边没来得及退去的丧尸，砸在地上，砸得血肉四溅，惨的一批。方乐言被这种场面震慑得睁大了眼睛，躺在地上都忘了爬起来。他认为自己可能也会被暴怒的裴朝摔死，结果裴超撒了一通气后，扭回身就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，满脸气愤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最后居然没吼，凶狠的眼神平静了些，气鼓鼓地张开嘴，别走，爸爸爱你。方乐言瞪着疑惑的眼睛，满脑子的问号，什么玩意？没等方乐言反应过来，裴朝又是对着周围的丧尸怒吼了2声，接着把他扛在肩膀上，气冲冲地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直接把他拎进了浴室，看起来是要给他洗澡。就在扒裤子的时候，方乐言激动地大声阻止，停，你等会儿。裴朝显得很不高兴，脏了，瞅他很信任方乐言，乐乐会教他穿干净的衣服，也会喂罐头给他吃，还会给他擦拭头发。乐乐也爱他，他以为乐乐不会走，如果不是他没走远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那乐乐就被撕碎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想着裴朝就气得不行，开始嗷嗷地喊，不走会死，爸爸爱你。方乐言又感动又无语，他有些愧疚，但裴朝总拿他当儿子。方乐言再次尝试跟裴朝讲道理，我不是你儿子，你别总想当我爹，咱当哥行吗？裴朝听着他念叨，怒气缓缓平复了下去，以为他是因为这个才走的，于是回答好。终于他喵的答应了。方乐言抬手想搓自己脸，被裴朝一把攥住，这才想起来手上全是血。裴朝很照顾他，开始给他洗手，给他洗澡时还同意不脱他小裤裤。这个丧尸真的对人类包容到了极点，这让他本就愧疚的心情更内疚啊，觉得自己跟裴朝好好商量，对方也不一定讲不通道理。裴哥，我想出去。裴朝又怒了，方乐言换了种说法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是被人推下来的，我得回去报仇。裴朝搓洗他皮肤的动作顿住，红色瞳孔盯着他，琢磨了一会，脸色更不好看了。扔谁？方乐言以为他不信，就挺无语的，接着解释我是从7楼掉下来砸的你，廖飞那个坏家伙要害死我，我得回去把他也从楼顶扔下去。裴朝向来没有表情的眉梢皱了皱，沙哑的回应好，摔死他。接着裴朝用沐浴露给他搓了满身的泡泡，上上下下涂得可仔细了。方乐言有点别扭，这还跟爸爸给儿子洗澡有什么区别？而且哪有俩大男人一起洗，怎么都有种激情四溢的感觉。看了眼裴朝面无表情的丧尸脸，他把心头那点别扭刚往下压了压。裴朝连头发都不会擦，哪会有那种想法？只不过因为变成了丧尸，又保留了人性，对人类的外貌还有留恋罢了。好了，干净了，别搓了。然而不等他说完，就被丧尸搂了过去。裴朝看着方乐言涂满泡沫，思维里瞬间浮起一个想法，好吃，毫不犹豫的低头咬在了方乐言肩膀上。浴室里顿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尖叫，听见方乐言惊叫，裴朝抬头，红色瞳孔里有那么一丁点茫然，小声道香，乐乐香。方乐言肩膀都在抖，刚才他真以为裴朝突然诗性大发，要咬死自己。他扭头看了看肩膀上浅到几乎没有的痕迹，胸口扑通扑通的心跳，半天都没平静下去，皱着眉头问裴朝，你想吃我？在他面前的那双红色眼睛眨了眨，然后摇摇头，不吃乐乐。方乐言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想也洗得差不多了，就是小裤子都湿了，当着裴朝面他也不好意思洗。裴朝看他的动作一停，大手嗖一下就抓向了小裤子，洗！伴随着一声惊悚的尖叫，方乐言吓得瞬间后退。出了浴室后，方乐言躲进被窝，有点生气，不过想到面前又不是个正常人，气也就消了，默默做了一会自我劝导。方乐言在被窝里把水淋淋的裤子赶紧脱了，转头看向眼巴巴守着他一脸讨好表情的裴朝，给我拿条裤子。裴朝转身就跑了出去，没一会儿就提着一个大旅行包回来，在方乐言的注视下翻了起来，面包、矿泉水、毛巾。方乐言的眼神越来越难懂，终于看见裴朝从里头翻出了个塑料袋，递到了自己眼前，打开一看，嚯，小裤裤，各式各样的。丧尸从里头拿出个最粉的，塞到了方乐言手里，好看，乐乐穿。方乐言就把那条粉色裤裤给扔了，他被裴朝给气笑了。不，裴哥那是女士的。最后还是他自己从那包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了几条合适的，这下算是丧尸大哥立了功，不用挂空档了。穿好衣服后，裴朝看着他说道，我跟你去，摔死他。裴朝还记着刚才的事呢，这让方乐言感到心里五味杂陈，鼻头有点发酸，好一会才笑道，你是我亲哥。但裴朝不高兴，歪着头否认，不是。方乐言他想有人真心为自己出气，也算是让他心底浮起一点喜悦，不是就不是吧，别是爸爸就行。裴朝愿意跟他回去报仇，比他自己回去要简单的多，至少有丧尸王坐镇，不用再担心随时被丧
丧尸撕碎了。但也因为裴朝是丧尸，方乐言跟他相处了几天，知道这个丧尸是没有恶意的。但是末世人性纷杂，幸存者看似团结，其实人心各异。他保证不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一个丧尸，反复考虑怎样才能让幸存者和裴朝都不受伤害。看着裴朝努力半天都撕不开薯片的包装，方乐言有点头疼，伸手拿过来耐心的教他，薯片被轻易打开。裴朝显得有些开心，乐乐好聪明。方乐言继续琢磨，想了会儿，觉得最好还是不让他在人群露面，只把楼下的丧尸控制住，自己偷偷进去报仇就行。他拿起一直保留的对讲机，看了看还有电量，这样的话回去就能提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那栋小楼。裴哥，到时候你就在外面等我。他要跟裴朝商量的话音戛然而止，懵逼的看着丧尸捏着一个 TT， 还很聪明的学会了打开包装，显得有点开心，捏着送到方乐言的嘴边。乐乐吃，卧槽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可不行吃啊！些许打闹后，方乐言这次是大摇大摆的从别墅区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帅气的唐刀，身边还跟着个丧尸王，半径5米内都没有丧尸敢扑过来，只是盯着白嫩的人类看，嘴里小声嗷嗷着。看出方乐言被嗷嗷的烦了，裴朝忽然爆发出高昂的怒吼，吓得方乐言打了个哆嗦，四周的丧尸迅速散开了更远的距离。裴朝伸手抱他，乐乐不怕。方乐言拒绝了在外面被丧尸抱着，他们这次是去找食物。方乐言有点好奇，上次的兔子裴朝是在哪抓到的？谁知道这一走就走了将近2小时，直接从城市走到了郊区，这是一片野树林，这里离幸存者暂住的小区已经不远了。方乐言攥着刀，摸了摸挂在裤子后腰上的对讲机，他想现在就回去，眼前一花他都没看清，身旁的黑影嗖的冲了出去。方乐言愣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些远离自己的丧尸嗷嗷着朝他靠近，前仆后继，朝着这个唯一的活人疯狂起来。一瞬间，方乐言浑身的肌肉瞬间绷紧，立刻把唐刀抽了出来。裴朝仿佛是发现了什么猎物，才会从他身边跑开。方乐言后退几步，攥紧手中刀柄，躲开丧尸数量最多的方向，瞅准机会，唰的一声，朝面前抓咬过来的丧尸快速挥出一刀，锋利的唐刀砍在丧尸脖子，像是切了个西瓜，然后转身就朝身后跑。幸存者小队长可不是白给的，他跑起来没一个丧尸追得上，只是没一会儿他就有点累了。裴朝跑哪去了？而裴朝刚抓到猎物，就隐约听见乐乐在叫他，扭回头看向远处的大群丧尸，表情一呆，斜肩猛踹地面，蹬起了一大片土，像只野兽一样迅速朝来的方向冲去，并在半空中发出一声震人耳膜的吼声。那么远的距离，裴朝10来秒就窜了回来，疯了似的嗷呜着冲进丧尸群里，抛起面前2个丧尸就甩飞了出去。靠近过来的尸群迅速朝外退散，但还是被生气的裴朝抓到了几个，然后猛摔在地上。方乐言此时从一个丧尸身上抽出唐刀，刚才还干净发亮的长刀已经变得血渍呼啦，散发着腥臭气息。裴朝撒了阵气，赶紧凑到方乐言跟前看他，同时非常懊悔自己怎么能忘了乐乐会有危险。乐乐香都想咬，他不是故意要离开的，他想抓住那只野鸡给乐乐吃。突然想起自己是去抓猎物的，裴朝转身找了找，跑过去把自己因为生气扔掉的野鸡捡了回来，献宝似的把猎物举到了方乐言眼前。我不吃你吃吧。裴朝提着鸡在眼前看了看，想明白了似的。乐乐咬不动，他抓着鸡狠命张嘴咬了一口，甩头瞬间就把猎物撕开的大口子。方乐言被他这一嘴好牙扣给惊悚到，裴朝提着咬烂的野鸡怼到他嘴边，红色眼瞳满是期待。方乐言看着这个血淋淋半秃的野鸡，又看一眼地上惨不忍睹的丧尸，胃里一阵疯狂翻涌。裴朝虽然不明白乐乐这是怎么了，但能明白是在讨厌自己手里的猎物，赶忙后退了几步。等方乐言缓过来，裴朝把手里半秃的野鸡丢在地上，心里有点不舍。他已经3、4天没吃过肉了，他想吃掉这只猎物，可是方乐言不喜欢。裴朝咂摸咂摸嘴里的血腥味，远离了那只死鸡。方乐言看出裴朝的意图，心里一阵感动，尤其裴朝那没什么表情的丧尸脸上，竟然都能让人看出有点委屈，真可爱，哈哈哈。裴朝听见方乐言心声，茫然的扭回头看他。方乐言说道：“你吃吧，好不容易抓的。”裴朝的眼里瞬间浮起惊喜，颠颠的又把地上的死鸡捡了回来。裴哥，这里离小楼不远，我想现在就去。路上他不断的习惯长刀的用法，身后跟着一大群丧尸，冷不丁的从丧尸群里找个倒霉蛋扎2刀，挨刀的倒霉蛋只会嗷嗷的吼叫，根本不敢扑上来。而最应该威风凛凛的丧尸王却紧紧的跟在他身后，趁着他甩刀的空隙，把手里的死鸡提起来，舔一口血，偷着咂摸咂摸味儿。就算方乐言说了让他吃，裴朝也不想在他面前啃得满脸鲜血，他怕方乐言又难受，并且还会在方乐言跟他说话时，缩手把死鸡背到身后藏起来。等到了基地附近，方乐言躲在建筑物旁，探出头看向自己当初站过的楼顶，空空荡荡的没有望风的人。方乐言有些不确定这栋楼里还有没有人。裴朝学着他的样子，也躲在墙体旁边朝对面望，身后大群的丧尸也扎成了一大堆，诡异的队形看起来超级诡异。难道他们看到丧尸群已经转移了地方？方乐言正这么想着，扭头正想跟裴朝说话，就看见裴朝红色眼瞳动了动，身后那些扎堆的尸群顿时散开，极有目的性的朝着十字路口中央踉跄走去。没一会儿，空荡的路口就聚集了大量丧尸游荡，并且有的开始拍打1楼门面房的玻璃门，砰砰声不绝于耳。如果楼里有人，绝对被这阵仗吓死一片。这种目的明确的方式，让方乐言差点笑出声，对裴朝竖起拇指夸了句：“你太聪明了。”裴朝面无表情的丧尸脸歪过来，从眼神中能明显看出来他很开心。丧尸闹出动静没多久，方乐言果然看见空荡荡的楼顶上出现了人影，他们没撤离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杨婷。
幸存者中一个练散打的女生，平时与方乐言关系十分要好。看着杨婷举着对讲机在说些什么，方乐言赶紧从兜里把对讲机掏出来，打开开关，距离有点远，电流音很重，基本听不到什么。方乐言把开关关掉后说道：“裴哥掩护我过去，只要确定人还没撤离就行。”裴朝又招过来一大群丧尸，歪七扭八的围绕着两人，但是如果不紧凑些，没办法达到掩护效果。裴哥，你让他们靠近些。虽然方乐言说这话脸上很平静，但心里还是止不住的感到担心，应该不会有丧尸趁乱咬我一口吧？裴朝能清楚听见方乐言藏在心里的担忧，他不会让乐乐被咬，也绝对不能让乐乐感到害怕。方乐言还没从自己脑子的计划中回神，就被丧尸伸胳膊一搂，瞬间腾空抱了起来。我擦！裴朝把他搂啊搂，又抬起他的膝盖，然后像抱婴儿一样抱在怀里，还用外套裹了裹，这才让四周丧尸聚拢过来，然后缓慢地走向十字路口。那种明明周围都是危险，却太踏实的安全感，让方乐言猛得不行。都快走到十字路口中央，方乐言才从蒙圈中找回理智，自己是来报仇的，现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我是被同化了，竟然依赖丧尸。裴朝听见他纠结的心声，把他又抱紧了点，用下巴蹭了蹭他的脑门安抚。乐乐不怕，有我。从十字路口走过后，方乐言摸索着从裤兜里掏出了对讲机，里头响起了廖飞正在指挥的声音：搬些东西，先把楼下大门挡住，避免丧尸从小区大门挤进来。MMP 廖飞这个混蛋，害死我还顶替了领头角色。听着对讲机里熟悉的声音，方乐言心里愤怒，眼神立刻阴沉下去。裴朝觉得方乐言好像变得有点凶，换了个人似的感受让裴朝很茫然。他叫道：“乐乐！”方乐言闻言抬头对上裴朝红色眼睛，他眼里的怒气消散了些，露出柔和笑容。此时他们已经完全站在楼梯底下，并不用担心被发现。乐乐，谁让他死？方乐言能听懂裴朝的意思，可是在来之前，方乐言就已经考虑好了，为了不让幸存者恐慌，也为了裴朝不跟小队成员起冲突，他还是不能让裴朝在人类面前暴露。裴哥，我自己上去，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？听见方乐言不想带着自己，裴朝眼睛里显出了些呆滞，情绪也开始躁动起来。一起，别走，他要永远跟在方乐言的身边。如果看不到了，那乐乐很可能就会像之前那样离开，自己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乐乐，别走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壮硕的丧尸在自己面前，急得要跺脚。方乐言在那一刻有了些犹豫，他居然舍不得丢下裴朝在外面等着，像是丢下了找不着爸妈的小孩，在外头急得哇哇哭。可是方乐言不能带着他呀，不然自己不仅报不了仇，反而会被廖飞那个混蛋抓住把柄，反咬一口。方乐言甚至都能想到，对方叫嚣着说发现自己跟丧尸搅和在了一起，为了众人的安危才把他推下来的。如果真成了这种状况，他还真是百口莫辩。想清楚弊端，方乐言温和地对满眼慌张的裴朝解释：不走，里面人太多了，我怕他们对你有敌。裴哥，我是这些人的队长，他们不会对我动手，我上去把廖飞解决后再回来找你。虽然方乐言说的裴朝都能听得懂，可是他还是很舍不得撒手。方乐言像安抚小孩一样摸了摸裴朝的脸，听话，我一定回来找你。丧尸的慌张被成功安抚，方乐言给了他个摸脸杀，并且不小心泄露了句心声：乖乖在楼下等着，给你投喂个傻呗。能在末世成功存活下来，还成为一个小队的队长，他怎么可能会心软？小区的大门是关着的，聚集在外面的丧尸漫无目的的游荡着，在丧尸王的掩护下，他借着前面狮群让开的空隙，迅速冲刺跑了一段，瞬间跃起，然后扒上了栅栏门翻进了小区内。小区内几乎是没有丧尸的，因为驻扎之前他带人清理过。之前方乐言身为队长，每天都会带着几个人清扫附近，很快靠近了目标单元门。他不怕会遇到出来查探的幸存者，只是想第一时间找到廖飞，先解决再解释。而此时方乐言站在上锁的单元门口，隔着玻璃门看到里面没人，顿时皱眉，竟然连他之前规定的每个门口都要有人看守都松懈。略微一想，方乐言就知道这个天煞的廖飞为了当领队在卖人情。平时他就爱开玩笑似的抱怨，末日里本来活得就很累，总唠叨自己，管理他们好像管理军队。原本方乐言还认为对方真的累，现在他知道了，这是在带节奏啊。咔嗒一声，他摸出裤兜里的对讲机，打开了开关，正听见里头杨婷跟廖飞在发生争吵。杨婷或许是对廖飞的部署感到不服气，语气针对且十分不客气：廖飞，你搞清楚你不是队长，有什么资格让所有人都听你的？方乐言的嘴角刚扬起了一点，就又听见廖飞被气得笑出了声：现在可没有队长，如果乐言在，他不会跟我这样说话。方乐言冷笑，不断后退着，离单元门越来越远，然后瞬间加速猛跑，跃上了门口的梧桐树，四肢攀着干燥的树干往上爬，借着树杈爬到了单元2楼过道的阳台上，抡起刀柄砸碎了窗户玻璃。如果我在，不会给你说话的机会。从窗户进去，跳进了楼梯间，听着对讲机里的争吵，他一步一步朝楼上走去。居民楼外的丧尸们还在疯狂地拍打着楼下商户的玻璃门，将所有幸存者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了楼外，根本没人注意到他。此时小区外边，裴朝撕咬着手里的鸡，满嘴的血腥。他想在乐乐回来之前把肉吃完，再走到4层安全门外时，方乐言听见里头隐约传来杨婷的争吵声，透过小玻璃窗看见里面一群人，旁边好几个人都在劝杨婷，只有平日里嘴最笨的于大力在帮着杨婷说话。我告诉你廖飞，只要我没从底下狮群里找到乐言一天，就不会离开这栋楼。原来廖飞是提过迁移的，只是没有通过大多数人的同意。廖飞没好气的怒怼：你爱走不走？他都被丧尸撕得连渣都不剩了，你还找个屁啊！于大力瞬间比刚才杨婷火气还大，发出气愤的大吼：放你的狗屁！这时众人突然听见身后安全门发出轻响，下意识朝门口看去。乐言，所有人激动地看着门口站着的人。于大力张着嘴失声了好几秒，扑过去给方乐言抱了个满怀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死，
这么久你上哪去了？闻言，我冷笑着看向面色苍白的廖飞，还不是多亏我们的廖飞好兄弟，是他把我推下了楼。听见居然是廖飞意图害死队长，几个人都气愤炸了。廖飞惊恐地看着方乐言，他可是亲眼看着方乐言被大群丧尸包围的，他想不明白，看着大家的眼神，他有点慌了。乐言，你听我狡辩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，可能是楼下丧尸群围了我们太久，我真的压力很大，我很后悔，当时我都吓懵了。你没死真是太好了。看着胡说八道的廖飞，方乐言直接气笑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那就等我把你扔下去，也去给你道个歉。话音落下，唰的一声抽出了手中的唐刀，廖飞懵了，立马逃窜。你别冲动，我们都同生共死那么久了。说完，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就朝站在门口的方乐言砸去。方乐言迅速抬手，用刀背挡下。廖飞趁方乐言挡椅子的空隙，撞开他后冲向门口。站在门口的杨婷迅速反应过来，堵住了下楼的楼梯，并给迎面跑来的廖飞一记鞭腿，但可惜让他险些躲了过去。廖飞，你个忘恩负义的混账，还敢跑！他话音刚落，门内刀刃就嗡一声甩了出来。廖飞眼看楼下没法跑，走投无路，只能朝楼上跑。方乐言提刀紧追，就在廖飞跑到顶楼关闭铁门时，方乐言瞬间把唐刀插了过去，顿时门缝被刀卡住。方乐言反应了2秒，廖飞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说完，他瞬间松开刀柄，后退2步，趁对方没反应过来的功夫，卯足了劲，整个人撞在门上。顶着门的廖飞正想解释，瞬间感觉到一股力量突然袭来，这才明白方乐言用说话转移他注意力，但已经晚了。大门一下被撞开，廖飞慌忙躲过冲进来的方乐言，看着身后无处可跑的楼顶，当即跪倒在地，痛哭流涕。乐言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行吗？世界都毁灭了，人很容易精神崩溃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然而任他痛哭流涕，悔恨至极，方乐言依然提着刀朝他逼近，发现求饶没有作用，又看见此时顶楼上来了许多人，他开始疯了似的大声质问方乐言，你要杀人吗？你可是队长，难道你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我？你别忘了你是个人类。不可否认，虽然末世已经5个月了，但人性和法度始终是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的本能，这番话还是有道理的。方乐言哪怕是因为复仇也好，清理门户也好，今天敢杀了廖飞，那幸存者好不容易团结起来的人心，很可能成为一盘散沙。抵触他，害怕他把他当个异类，但无所谓了。方乐言今天目的必须达到。听着对面聒噪的狡辩声，他抬起左手揉了揉耳朵，然后右手里的唐刀瞬间划出，闪着白光，朝对面猛砍。廖飞躲得再快，也耐不住唐刀尺寸太长，瞬间身上被划出好几个大口子，流血不止，连惊叫都发不出声，只能抱头鼠窜，很快就被堵截到了楼边上，扒着扶栏彻底崩溃。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去守楼门，我每天都守楼门，不上楼了行不行？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模样，听着身后有人喊道，队长不能杀人啊，实在不行把他赶出去算了之类的劝告。方乐言紧绷的脸色温和下来，对吓疯了的廖飞终于开口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廖飞万念俱灰的眼神出现了一点盼望，哆哆嗦嗦的回应，是我错了，你说我都听你的。乐言，方乐言露出个平时他最熟悉的笑容，在他缓缓放松下去的时候，瞬间爆发，抓住廖飞的衣服和裤子，把对方提起甩了出去，在身后一片惊叫声中，狠命朝楼下一推，去死吧垃圾！楼顶上众人顿时发出惊叫，眼睁睁看着方乐言把廖飞推了下去，在同一个地方形成了同一道轨迹。不一样的是，他没有丧尸王在下边接他，坐在街对面等着的裴朝，终于在楼顶看见了乐乐的身影，也看见了一道身影掉下了楼，并且隐约听见乐乐心里有道声音，裴哥外卖到了。裴朝呸了一声，把一根鸡毛从嘴里吐了出去，然后摇摇头，垃圾臭，不吃。红色瞳孔微动，街上到处游荡的丧尸瞬间全都扑了过去。于大力扒着顶楼围栏朝下面看，丧尸群铺天盖地的场面让他一个胆子大的都觉得眼晕。方乐言转身对上了好几双诧异惊恐的眼睛，这些都是他带着在末世生存的人，今天亲眼看见脾气向来很好的队长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顶楼扔下去，心里震惊难以接受是肯定的。要说方乐言心里不难受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末世里一起同生共死的经历，他们的感情要深厚许多。但他不后悔，他不是个可以容忍一切的圣人，能在末世里当圣人的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。平静的声音在寂静的楼顶响起，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，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这就走了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无数道声音同时喊出声，队长你要去哪？乐言你怎么能走？杨婷显得尤其激动，他还没从队长的死而复生中平复过来，结果方乐言就又要走。你能去哪？外面现在全是丧尸，你报仇是天经地义，没有人会怪你的。说着迅速给于大力一个眼神，大块头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迅速冲来把方乐言整个搂着不撒手。你是队长怎么能丢下所有人不管？要走也行，去哪带着我们？这情况是方乐言完全没想到的，他差点被于大力给累岔气。撒手撒手，你先撒手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裴朝捧着死鸡，一边吃一边朝楼顶上看，楼顶上人影的动作被楼下的裴朝看得清清楚楚，瞅见竟然有人爆乐了，瞬间觉得手里的鸡不香了，啪叽一声摔在地上，气炸了，嗷的一声发出怒吼。楼下的丧尸群开始躁动四散，疯狂朝着居民楼进攻，不断涌向小区的栅栏门。丧尸王怒了，竟然有人要抢他的乐乐。顶楼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剧烈动静吸引，又趴到栅栏边朝下望，看见无数丧尸冲击撞击的场景，慌得不行，全都六神无主的看向方乐言。方乐言根本不担心丧尸，只是被这些熟悉面孔眼里的气盼给酸涩到。可是裴朝还在楼下等着自己，方乐言有些为难，我下去看看，你们先在楼上，别轻易出门。队长我跟你一起。于大力自告奋勇，方乐言赶紧摇头拒绝，谁都不准出来，都听我的。队长说的话总是毋庸置疑，这也让这么多人成功躲过了太多劫难，就算不放心，最后也没有人再说什么。来到小区门口，看
看着小区门外无数的丧尸，他有点担心是否还能看到裴潮，毕竟裴潮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下了楼，没有丧尸王的控制，这些丧尸只会疯狂的撕咬自己。但是他的害怕和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当他从旁边的墙上翻出来时，旁边暴躁的丧尸并没有攻击他，而是缓缓的朝后退散。随后裴潮的身影出现，乐乐看见方乐言被吓到的眼神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迅速转过身去，然后在一群丧尸里寻了个衣服干净的，拎死鸡一样薅过来擦了擦脸和手，擦完后随手把那只丧尸丢了出去。方乐言眼睁睁的看着那只丧尸在空中划出了个抛物线，啪叽摔在地上爬不起来，脸和嘴都变干净的裴潮委委屈屈的叫了他一声乐乐，有点想笑又有点感动，是怎么回事？他知道裴潮是怕自己嫌他脏。方乐言来到裴潮眼前想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要说什么呢？难道告诉裴潮我是幸存者队长，所以放不下这里的人类，要留下继续住在这里，以后都不会跟他住在一起了吗？根本没开口，光是想想方乐言就感觉心里难受的不行。裴潮听见他的心里话，显得有些焦躁又难安，没有什么表情的丧尸脸上竟然罕见的出现了害怕。他想起乐乐说过，乐乐是这些人类的队长，乐乐是想要留在人类这里丢下自己吗？乐乐说以后都不要跟自己住在一起了，他已经丢掉了很多属于人类的记忆，他不想丢掉乐乐。低头看看自己粗糙惨白的皮肤，他明白他跟白白嫩嫩好看的乐乐不一样，因为不一样，所以乐乐不喜欢自己了吗？短暂的沉默里，裴潮有些想哭，可他是个丧尸，已经没有眼泪了，甚至都露不出一个完整的表情，只能靠着词不达意、半句半句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不舍。他想挽留乐乐，想起乐乐不喜欢自己说爸爸，他把那2个字省略了，乐乐别走，爱你。而此时裴潮听见方乐言的心声，瞬间抑郁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乐乐别走，爱你。那一瞬间，方乐言干涸的泪水瞬间涌出，在裴潮慌张无措的喊叫中抓住了他的手，我不走。方乐言惭愧自己究竟在想什么，他的命都是裴潮救的，给他洗澡，给他找食物，每天把他搂在怀里视若珍宝。方乐言怎么可以离开他？我不走，我只是刚才没想到办法。他怀疑自己钻进了牛角尖，为什么非要从队友和裴潮中2选1呢？他明明可以想办法都顾全，跟裴潮在一起，也不丢下所有人。听到乐乐说不走了，裴潮低落的情绪突然高涨，努力的想给乐乐撑起个笑脸。裴哥再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裴潮有些不舍得放开他的手，但乐乐说了他还会回来。回到居民楼，把所有队员都聚集在一起，说了个缓和的办法，我要离开2天，你们暂时留在这不要行动，过2天我会带食物回来。于大力顿时就不干了，杨婷也很激动，所有人七嘴八舌的不断劝阻他，外面全是丧尸啊，太危险了，虽然吃的不多了，省省还是能撑几天的。队长你不会走了不回来吧？显然每个人都有这种担心，搞得场面好像生离死别似的。方乐言闻言都被逗笑了，我会回来的，我要去接个朋友，上次从楼顶掉下去也是他救了我，我想带他加入我们。听队长这么说，嘈杂的人群倒是安静了下来，毕竟一个人从楼上掉下去，就算被什么东西挂住没摔死，但能在这么多丧尸里逃脱，没有人帮助根本不可能。原来是有别的幸存者帮了一把。杨婷率先开口，队长那我跟你去吧，外面这么多丧尸还能有照应。方乐言摇头，不需要，杨婷我不在你盯着这里。大约半个小时，这才安抚住所有人。从小区翻出落下时，等急了的裴潮稳稳地接住抱在怀里不肯撒手，方乐言也没有挣扎，任由裴潮把他抱在怀里稀罕，跑得颠颠的开心极了。方乐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把丧尸王当成一个人类带在身边，反正裴潮与人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想到这儿，方乐言心情渐好，虽然没说话，但心声已经泄露了出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突然听到乐乐说会一直陪着自己，裴潮没有温度的心脏上好像开出了一朵花，这让方乐言冷不丁的感觉到了清晰的心跳声。这个发现让方乐言震惊住了，如果裴潮还有心跳，那是不是证明他还能恢复成活人？但在尸群里的2人周围太嘈杂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听得清。怎么又没有了？难道我听错了？裴潮低头看着乐乐，把脸贴在他胸口蹭了又蹭，最后还伸手摸来摸去。果然乐乐也是很喜欢他的，乐乐也喜欢贴贴。于大力和杨婷站在楼顶，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小区大门，既疑惑又惊讶。于大力不爱多想，只担心方乐言一个人安不安全，而杨婷是个聪明的，她不太认为丧尸如潮水般涌来，又突然退去是巧合。不过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也只能觉得是队长离开前特意想办法引开了丧尸来劝服了自己。随后表情严肃到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安抚人心。队长杀廖飞报仇这事，虽然大部分人看着像是接受了，难保没有人跟廖飞一样，如果不是被人挑拨，廖飞又怎么能轻易对乐言起了杀心？听杨婷这么说，于大力才猛然反应过来，是啊，廖飞平时跟队长关系很好，就算私下心里有意见，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胆量。杨婷，在楼顶你有没有发现别人有异样？杨婷想了想后摇头，我没看见，不过最近赵婉莹倒是经常跟他在一块。随即又想到赵婉莹平日里的作风，又没觉得有多奇怪了。赵婉莹本身就胆小，遇到点危急只会吓得哭叫，平时经常围绕在一群男人身边，到处的找安全感。这么想着，杨婷还是想着回去看看赵婉莹，毕竟大伙看见廖飞掉进尸群，胆小的现在恐怕还在内心崩溃。回去的路上，方乐言在路边找到一辆还能启动的货车，快速移动的货车让裴潮有些欣喜，爬在车窗上向外看的样子像个小傻瓜。方乐言心里复杂了一会儿，裴哥。裴潮忙从副驾驶迅速扭过头，盯着方乐言熟练地打着方向盘，显得很是开心。乐乐，回家洗澡。丧尸满心都是带着乐乐回家洗香香，但方乐言已经考虑了半天，该怎么对裴潮开口。他想让裴潮回归人类习性，跟幸存者一起生活，但还是要问问裴潮自己愿不愿意。裴哥，我觉得你并不是丧尸。裴潮有些没听懂，
他琢磨了片刻，看了看外头疯狂追赶的丧尸，又看了看自己干燥发白的皮肤。裴朝知道他自己就是个丧尸，跟外头那些嗷嗷喊叫的差不多。方乐言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是什么想法，赶紧解释：“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已经死了，没有思想。裴哥，你听得懂，还会说话，还记得人要洗澡上厕所，也不会看见血肉就失去理智。我觉得你就是正常人，只是感染了些丧尸病毒，损失掉了些想法，以后很有可能恢复过来。你要不要往后不跟这些尸体在一起，跟人类一起生活吧？这样你还会恢复得更好。”就这么几天的相处，方乐言就已经看到裴朝明显的改变。裴朝有些茫然，乐乐让自己离丧尸群远些，这意思是乐乐不喜欢外面跑着嚎叫的那些。乐乐是嫌臭，裴朝可以做到为了乐乐不去接触脏臭的丧尸，可是他有些难以接受。乐乐回去跟那些人住在一起，就算带着自己也不开心，因为他看见有人在楼顶上抱了乐乐，他不想让任何人抱乐乐，只能他自己抱着乐乐睡。不要！这声拒绝让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方乐言差点开车撞栏杆上，一脚刹车，货车停在了路上，他没有系安全带，整个人惯性朝前扑撞在了方向盘上，磕到肚子疼的脸都白了。裴朝吓了一跳，惊恐的要去抱他，他感觉是自己说错话让他生气，小心翼翼的伸手在他捂着的地方轻轻揉揉，自责又委屈，嘴里不停小声念叨：“他们抱抱你。”生气老半天，方乐言才琢磨过来什么意思。裴哥不是不想跟人类生活，是怕别人会跟他抢抱自己。小声叨叨的裴朝迅速点头，抢。生气瞬间，方乐言感到一丝惊异：“我刚才说话了吗？我刚才好像没说话呀。”裴朝连忙点头，说话了。懵逼了几秒，方乐言没有多想，他还以为是自己走神没注意说出来了。这一天闹腾的考虑了太多，大概是累了。不会的，裴哥，那是他们以为我死了，突然看见我活着回来很激动，哪有人整天抱着别人呢？也只有眼前这个丧尸把他当儿子一样，整天搂怀里稀罕。比如现在，方乐言呼了口气，拍拍挂在他腰上的裴朝，让他先坐好便继续开车往回走。而裴朝听见他的解释也不那么着急了。方乐言反问：“不让别人抱我，你就愿意跟我一起加入幸存者小队吗？”裴朝连忙点头，像是生怕他再撞到一样，直勾勾看着他肚子。这下方乐言心里的担忧减少了很多。回到别墅区后，两人直奔浴室。今天被一群丧尸裹挟着，身上又脏又臭的。原本方乐言对裴朝始终都有着一丝防备，毕竟对方是个丧尸，他没办法确定对方会不会突然发狂。但今天回去报了仇，裴朝又帮了他，好像就那么一天的时间，方乐言就彻底的把裴朝当做了自己人，连带着一块洗澡也没那么不好意思了。第二天早上从裴朝怀里醒来，他有些留恋这种被团团包裹护着的感觉，恐怕以后回归幸存者当中就不能再有这种轻松的氛围了，总不能让别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跟裴朝抱在一块睡吧？他还是被抱着的那位，那他这队长还有什么威信可言？方乐言迅速翻身起来，裴哥，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东西？我们近期应该不会回来了。裴朝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现在他唯一不能丢的只有乐乐。离开别墅之前，方乐言打开鞋柜抽屉，拿走了裴朝的身份证，门口是昨天下午他们开回来的货车。走到车厢后边，打算看看里面的东西。开车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并不是一辆空车，他打算把货车车厢清空，然后到城里看看。被丧尸包围不能进出的超市，里面估计还有不少食物拿不出来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眼睛瞪大，这辆货车就是给超市送货的，里面有半车各种供应超市的速食品和少量的碗盆、卫生纸之类。方乐言顿时兴奋，裴哥，都是吃的。裴朝不喜欢吃这种东西，但只要乐乐高兴，他就跟着高兴。货车驶离了别墅区，朝城区方向行去。裴朝坐在副驾驶，手里攥着乐乐给他的香肠，感觉似乎也有那么一点肉味。现在的城里闹市区交通已经完全瘫痪，很多汽车撞在一起，堵在一起。方乐言把货车停在边缘，跟裴朝步行。四周听见动静的丧尸刚想扑过来，又蔫蔫的退了回去，根本不敢对好不容易看见的活人抓挠。走出去10几米，他就看到了个连锁药店，药店门没锁，里头有2个正朝门口冲过来的丧尸。方乐言隔着玻璃门朝里看了看，没有被里面的丧尸嚎叫吓到，反而被身边裴朝的怒吼吓了一跳。裴朝生气了，他不准任何一个丧尸敢对乐乐凶。方乐言反应过来，觉得有些好笑，裴朝这孩子气的性格好可爱啊。走进药店，为了不影响方乐言拿东西，裴朝直接抓住2只丧尸，嗖的丢了出去。货架上的药大多数都被丧尸撞翻在地，收集起来也麻烦。方乐言直接来到药房仓库，看着一箱箱的药品，他有点头疼。末世里药物跟食物一样珍贵，尤其是那些消炎药和外伤消毒的药水，要是带箱子走，2个人恐怕搬好几趟也搬不完。旁边的裴朝听到乐乐说搬不动，扭头朝外走去，没有10来秒的功夫，一群丧尸排着队缓缓涌进了药店。方乐言瞪大了眼睛，这也行？旁边的裴朝好像还从丧尸群里进行了筛选，4只健全的才放进来。进来的丧尸看见方乐言，下意识发出嘶吼，刚有要扑过来的趋势，就被裴朝及时的低吼声阻止。凶相毕露的丧尸顿时乖乖的低下头，看着一个个丧尸开始搬药箱，方乐言的表情整个变成了惊奇宝宝。裴朝看向他，呲了呲牙，那是他自以为的笑容。丧尸们搬着箱子慢悠悠的朝门外走去，排着队，活像死了都没假期的打工人。打开卡车后车门，裴朝把那些箱子接过来扔到车上，全程一点活都不让他的乐乐干。从药店进完货后，车厢位置不多了，找到超市后只能优先拿些罐头一类的熟食，既营养保质期又长。等2人率领丧尸小弟把车厢彻底装满，发现天都已经快黑了。他们搜罗搬运这些东西忙活了整整一天，晚上开车行驶要开灯，这样老远就会暴露自己的踪迹。裴朝在他不担心丧尸，而是更忌惮其他有武器的幸存者队伍。即使裴朝能操控丧尸抵挡，但也会暴露裴朝是个丧尸的秘密，所以他们最终没有趁夜离开，打算在车里暂时休息一晚。
现在是春季，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不算很冷，到了夜晚温度明显下降。方乐言把车窗关得严严实实，可不能发动汽车就没办法开空调，盖了2件衣服还是觉得冷。黑暗中，裴朝盯着方乐言不断蜷缩的影子，朝方乐言伸过去一只手，试图把人往自己这边捞。乐乐，抱抱，抱抱睡。方乐言自从遇到裴朝，几乎每天都是在这丧尸怀里睡着的，所以方乐言现在不仅是觉得车里有点冷，还真像是缺了点什么，感到了很不习惯，根本睡不着。他对裴朝伸过来要抱抱的想法已经拒绝了2次，只因为马上要回驻扎点了，要纠正裴朝这个坏习惯。但是他确实已经贴着椅背，辗转了1个多小时，就是睡不着。裴朝根本就不用睡觉，就一直在黑暗中盯着方乐言看，只要他烦躁的挪一下，就锲而不舍的伸手要抱抱。乐乐，抱抱。第4次要求的语气已经变得委屈巴巴，明明他今天都很听话，带着一群丧尸把所有乐乐想要的东西都搬回来，为什么反而不能抱抱？看着可怜兮兮的裴朝，方乐言感觉特别不忍心，也特别内疚，犹豫了一阵，算了，最后一次。裴朝瞬间呲的牙把他搂进怀里，跟渴得要死的于是的疯狂贴。方乐言整个人都石化了，显得比丧尸还僵硬。方乐言一把推开裴朝的脸，迅速低头缩了起来，脸上火辣辣的努力想把自己藏匿起来，心跳砰砰砰个不停，再不藏起来他就得疯了。最开始肯就算了，只把他当个脑子有病的丧尸，经过这2天的相处，除了没有记忆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这让方乐言怎么面对这个哪都正常的男人？方乐言浑身上下都挂满了紧张，只能趁着天黑假装困了，往裴朝胸口胳膊底下钻。裴朝真的以为他困了，乖乖的不再捣乱。环境安静了一会儿，方乐言再次睁开了眼，音量很轻的问了一句：裴哥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随即又在心底自语，是因为你很不幸运的变成了丧尸，还怀念人类本来的样貌，所以你喜欢的仅仅是有正常肤色的人类吧？裴朝的手迅速抬起来捧到了他脸上，喜欢。乐乐，我喜欢。乐乐。方乐言攥住他的手，从自己脸上拿下来，明天我就带你回到人类那里生活，你可以见到很多个鲜活的人类，你会喜欢更多人，总有一天你也会恢复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裴朝摇摇头，锲而不舍的又把他团紧了些，脸贴着方乐言的头上蹭蹭，又给了句反驳，只喜欢。乐乐。方乐言抬头朝他看，对上了那双眼睛，整个人都恍惚了，就好像现在并不是末日，而是他记忆中的某个寂静时刻，眼前这个人是他最亲近最喜欢的人，但是那幻想只出现了一小会儿。方乐言是个务实的人，他永远都不会陷入幻想中无法自拔。现在就是末日，一切文明都毁了，裴朝也只是染了病毒，丢失记忆，忘了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清醒过来，方乐言只以为是自己在毁灭的世界里生存太久，终于遇到依靠，潜意识想要占有而已。裴朝早晚会恢复过来的，等到他清醒的那天，他才会知道自己应该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。乐乐。裴朝看见方乐言发呆，有些担心，凑近想看清楚他的脸。方乐言脸上拂过对方微凉的呼吸，鼻尖贴上裴朝下巴，轻轻蹭了蹭。我也喜欢你，但是不能告诉别人，等跟其他人见了面，裴哥你不要让他们知道好不好？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猜忌，不要说出来。方乐言担心等明天他们回了基地，裴朝还会像现在这样，随时都想要抱抱自己。就算他这个队长不要面子，他也实在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万一幸存者都因为裴朝不正常试探他就不好了。他既然把裴朝带回人群里，就要负责不让裴朝受到猜忌和伤害。所以方乐言在返回去之前的这个晚上，在寂静的环境里，还是打算好好的引导裴朝。裴哥正常人是不会经常搂抱的，不会张嘴啃别人。等明天我们回去后，你要记住你就是个正常人，当着别人的面前不要伸手抱抱，也不要叫我乐乐好吗？裴朝真的想要听他的话。方乐言仰头看着他，丧尸明明已经没有过多情绪的眼神里，竟然蕴含了很多感情。沉默了会儿，他用了一种小孩的方式引导，是不许你这样叫，是不要让别人知道，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，你可以叫乐乐，也可以抱抱，我们保密行不行？裴朝慌张的情绪成功被安抚。乐乐说这是他们2个人的秘密，是别人不知道的秘密。裴朝圈着方乐言的脖子，搂怀里稀罕，心情很好的呲了呲牙。他的意思是只要能在一起，可以有秘密。方乐言被丧尸手臂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不过他已经习惯了裴朝这种抱抱，并且好像渐渐对这种奇怪的占有欲感到安心。方乐言靠在对方胸口昏昏欲睡，迷迷糊糊中好像又听到了隐约的心跳声。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正对上裴朝专注看他的眼神，瞳孔一眨不眨，耳轻微的颤动，像是已经注视了很久。方乐言想要立马逃离的想法迟钝了几秒，他还是有点贪恋这种被照顾的感觉，从没想过在末世的情况下自己还能享上福。裴哥该走了。方乐言下车打开后车门，从满满登登的车厢里翻找了半天，才终于费劲从里头的箱子里抠出了几条真空牛肉干。他啃着面包，攥着矿泉水，把牛肉干塞给裴朝，你尝尝，这是肉。裴朝把牛肉放在嘴里嚼，咬了半天，发现比撕兔子都困难，最后咕咚整咽了一口，咂摸味道，皱着眉头回忆了好一会儿，才从那浓重的自然味道里品尝出一点点肉的味道，还是没有兔子野鸡好吃。突然想到兔子野鸡，他馋得都要流口水了，好想现在就去抓一只，但乐乐不喜欢，他只能攥着牛肉干继续嚼。在方乐言开车带他回去的一路上，裴朝都趴在副驾驶嘴里嚼着牛肉干。刚到驻扎点前的十字路口，就引起了幸存者的注意。杨婷从掩体后跑出，隔着20来米，透过车窗看见开车的是方乐言，
顿时激动地朝其他人喊是队长回来了，准备开门。大家拿上武器，包括于大力在内的7、8个男人，拿起镰刀之类的自制武器，快速冲到了小区栅栏门处，对着趴在门上嘶吼的几个丧尸进行清剿。方乐言拿起对讲机，朝里面喊道：“我要倒车进去，你们看准了开门有被带进去的丧尸，要尽快处理。”刚说完，因为卡车停住而扑窜过来几个丧尸，砰一声就撞在了正驾驶的车窗上，冷不防把方乐言吓一跳。下一瞬，旁边的裴朝立刻发出了一声低吼。乐乐被吓到，裴朝十分生气，攀爬到车门上的丧尸啪叽就掉了下去，连同扑过来的尸群都缓慢了些。方乐言瞪着眼看向裴朝，差点就露馅了。他手里的对讲机也发出焦急的喊声：“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车了，你们准备好。”方乐言给裴朝了个“你给我乖乖”的眼神。随着小区大门打开，货车迅速冲进了小区，连同车尾撞翻的3、4个丧尸一起被带了进去。之后就是紧追上来的尸群。幸存者在卡车入内尽快关门，可小区门是铁栏杆的，关上时就已经有丧尸冲到跟前，打算上门栓的人根本没办法躲过。关闭的小区门再次被冲撞打开，门口的人只能用手上的武器攻击快挤进来的丧尸，有的急得顶着门朝外奋力推。于大力拿着大铁锹哐当顶了上去。方乐言把货车刹停，看见于大力带着几个人使着蛮力推门抵御撞门的丧尸，伸手就拍了裴朝一下：“你让那些丧尸飞舞点。”他推开车门，从驾驶座跳了下去，看见被货车冲撞进来的丧尸已经爬了起来，除了挡门的兄弟，这里只剩下了杨婷和带着的2个人。面对嗷嗷疯狂扑挠的丧尸，要把人损失在这，我得后悔死。方乐言连忙把唐刀拔了出来。裴朝看向小区门口发疯的尸群，顶门用力到脸红脖子粗的于大力，大喊着发力把门缝彻底关上。门外的尸群好像爆发了什么混乱，顿时出现了内部抓挠嚎叫：“快快快，插好门！”有人迅速把门栓插上。杨婷，我来帮你。方乐言手里提着把唐刀就冲了上去，闪着寒光朝一个丧尸劈了过去。这时候杨婷抬脚把另一个丧尸踹翻，丧尸倒地摔在了方乐言脚边，他顺手抬刀就戳进了丧尸嚎叫的口腔里，还剩最后一只丧尸被杨婷甩出的棍子打翻。方乐言想过去一刀解决，心里难免抱怨了句：“脏不拉几臭的还得洗。”裴朝就已经先他一步，掐着脖子就把丧尸扔了出去，然后颠颠的跑回方乐言身边，小声求夸奖：“不脏了。”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妈呀，他掐着脖子把丧尸扔出去了。所有人这才注意到队长身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。队长，这就是你说要带回来的朋友吧？于大力盯了几秒，最先问道。他刚才看这人掐着丧尸脖子，生生丢出去的气势给震惊坏了。他在这群幸存者里力气是最大的，现在来了个比他更猛的。什么人能单手甩飞一个丧尸？不仅力气大的不像人，他竟然敢徒手去掐丧尸脖子，这胆子得多大呀！面对几人震惊难以消化的眼神，方乐言心里咯噔咯噔的。这才刚来就暴露了吗？这以后可咋整啊？只能无视他们的眼神转移话题。都别站在这儿，大力，你把楼上的人也叫下来，把车上食物搬下去。在小区底下看守的除了杨婷，都是有抵御能力的男人，但杨婷在末世前是散打教练，对付丧尸的胆量和能力不比男人差。其余幸存者都被留在了楼上。听见是搬吃的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只有杨婷没走。看了看性格好像有点内向的裴朝，主动伸出了手：“你好，我叫杨婷。”裴朝低头看向杨婷伸着的手，眼睛一眨不眨，10几秒后都没给出任何反应。周围一片安静，漂浮着尴尬的气氛。方乐言心里都无语炸了，赶紧扯着裴朝胳膊招呼杨婷先回去，不然丧尸群散不去。杨婷茫然跟着往回走，懵逼的看了一眼这个高冷帅哥，性格好像不怎么好相处的样子。方乐言趁周围没人靠近，对裴朝小声提醒：“下次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暴露你不怕丧尸，你不说话也没事，待会我会跟他们解释。还有记住别叫乐乐。”于大力打开货车车厢一看，瞬间惊叫：“乐言，你这是上哪搞来的？”所有人都震惊的看着里边满满登登的物资，他们已经被困在这小区里10几天了，每天的食物都是少量的分配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。突然看见这么满满一车厢的东西，没有谁不被震惊到。方乐言恰好提前早就想好了借口，顺带拉着裴朝当着所有的面做了介绍：“大家认识一下，这是裴朝。”裴朝老老实实的站在方乐言身边，没说话。对面的人都对他露出笑容打招呼，但同样全部没有得到回应。他眼神从所有看向他的人脸上扫过去，显得沉闷又不好惹，让热情想跟他打招呼的人仿佛被泼了一盆冰水，盯着他不知该怎么反应。方乐言便赶紧解释，裴朝性格有些孤僻，病毒爆发后又自己生活了好几个月，期间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，但人很好。裴朝沉默盯着这些人类，然后听见某个人心里嘀咕了句：“就是交流障碍呗，不会是自闭症吧？”下一秒他就看见这个自闭症眼神直直的盯着自己看，瞬间怀疑是不是自己嘴瓢说出了声，被盯得浑身发毛。方乐言接下来的话就完全打消了别人的猜测，他朝满满登登的车厢抬下巴。裴朝家里以前是给超市供货的，卧槽，大好人呐！这种时候还舍得把物资分享出来的人，实在是惹不了人讨厌。众人好奇的目光顿时变得善意又热情。裴哥仗义，谢谢裴哥救我队长小命，没事，我也天生不爱说话。气氛瞬间就变得活泛起来。裴朝站在那满脑子问号，一脸懵。等人散后，方乐言看向裴朝，他能明显感觉到裴朝不太开心，他很怕裴朝抵触跟人类一起生活，也怕自己为对方做了错的选择。就当方乐言小心翼翼地照顾裴朝情绪，猜着他是不是想走时，裴朝摇头了，不叫裴哥，他只想让乐乐叫，自己不喜欢别人跟着叫，还叫得一模一样，不喜欢。
听着他说的几个字，方乐言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过来，但他又不可能跑过去跟所有人宣布不准给裴朝叫哥。那我改行吗？我叫你名字。裴朝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方乐言瞥了眼正在搬东西的别人，小声叫道裴朝。裴朝顿时显得高兴了一点，伸手过去就要把方乐言搂住。等等，裴朝被拒绝又有些不开心了，他缩回手低下了头。方乐言顿时有点不忍心，小声偷偷安慰等没人再抱。眼看着车上的东西都已经快搬下去一半，方乐言赶紧喊了声先搬一部分，留一部分在车里，以防遇到意外临时转移。谁能保证这个小区一直安全？到时候肯定来不及搬物资。方乐言刚走到单元门的台阶处，旁边就传来一道喊他的声音。他转回头一看，是赵婉莹。方乐言这才想起，从刚才就没见过赵婉莹，仿佛对方也是猜到了他的想法，立刻愧疚地解释道：队长，我脚腕摔伤了，所以下来的慢也没帮上忙。恰好于大力走了过来，也顺嘴帮着说了一句，就前2天你把廖飞清理门户时，他吓着往外跑，跟大伙撞一起磕脚腕了，不搬就不搬吧，你下来干啥呀？只会添乱，一会还得有人给你背上去。对于赵婉莹这种娇滴滴的姑娘，于大力也不是有偏见，是他也实在觉得麻烦，毕竟末世里跑慢一步就有被撕碎的危险，他觉得是个人都得努力活下去，要是胆子小到关键时刻只会哭，不仅添乱，还是对自己性命的不负责。尤其说话声忒小，于大力每次都得竖着耳朵听，哪有杨婷的爽快性格讨人稀罕？你上去不？大力声音略微大了点，又给赵婉莹下了个机灵，赶紧婉拒好意，谢谢大力哥，我待会自己慢慢走上去。于大力只是客气一下，他宁愿多扛2个箱子，跟方乐言说了声就跑上楼了。队长，你能回来太好了，你不在我们都感觉没了方向。方乐言只敷衍的笑了下，没多说，他想尽快安排裴朝的住处，不能让裴朝跟别人在一起。他犹豫一下，朝裴朝看过去，想让丧尸大哥跟着自己一起上楼，结果裴朝不知道在走什么神，竟然没理自己。裴哥，你跟我上去吧。赵婉莹顺着方乐言说话的方向看，而这个男人也在看着他。赵婉莹对裴朝善意笑了笑，主动打招呼，你好，我叫赵婉莹。然而对面站着的男人根本不说话，手插在兜里，还是盯着他看。看到赵婉莹从一开始觉得对方好奇，变成了感觉那个男人想咬死自己，他感觉的实在没错。裴朝现在就想咬死他，因为刚才他听到赵婉莹说了句还是队长靠得住，长得还帅。裴朝瞪着他，眼神冰冷，再又听见赵婉莹害怕的情绪时，这才转头对方乐言应了声好。知道裴朝稳定，方乐言顿时放心了些，他指了指单元门，示意裴朝跟自己进去。裴朝连忙跟上，打算追上去啃乐了刚才伸出来的手指。路过赵婉莹身旁的时候，听见他问道，裴哥，我能跟你一起上楼吗？然而裴朝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走了过去。赵婉莹一脸疑惑，他啥时候得罪这个人了？方乐言在楼梯口等着裴朝，结果裴朝见到他，抓住他的手就想往嘴里送，干嘛呢？说到一半就憋了回去。方乐言怕门外的赵婉莹听见，赶紧拉着他上楼。队长，4层5层有不少屋子是干净的，裴哥应该不喜欢跟别人住，看看选一间。方乐言本来就是打算说这件事，现在提起来他正好直接把理由推出来，看起来极其自然。裴哥换了地方肯定觉得不踏实，先让他跟我住7楼，以后大家都熟悉了再说。虽然听起来的确很合理，不过杨婷还是觉得有点诧异，因为以前队长也烦跟别人住在一起，都自己独处一间。但是裴朝救了方乐言，这些天2个人肯定是一直在一起的，或许已经习惯了。杨婷拍了拍于大力，你去屋里翻一床干净的被子出来。于大力异常殷勤的去找被子，他实在想跟这个徒手掐丧尸的勇者套近乎，但他完全不知道，他特意翻的那床厚被子完全就是摆设，等到了晚上把门关上，大力仰慕佩服的勇者就会变成个小可爱。而此时方乐言直接带着裴朝上了7楼自己的房间，刚进房间，裴朝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抱抱队长。于大力此时刚好提着旅行包跑上来，虽然方乐言听见楼梯间的脚步声，已经反应很迅速的推开了裴朝，可是裴朝的力气实在太大。于大力跑到门口时，正看见裴朝还揽着方乐言的肩膀朝他脖子上凑，表情瞬间有点懵逼。裴哥干啥呢？虽然于大力有点看不懂队长跟裴朝在拉扯什么，但他表示很好奇。方乐言红着耳朵的捂住了自己脖子，我开车的时候好像撞到脖子了，裴哥帮我看看。于大力一听立刻紧张起来，伤哪了？我看看。那时候你开车。对讲机里传来丧尸吼声，吓得我以为丧尸爬进去了呢。方乐言赶紧阻止他的脚步，你把包先放沙发上去，我没什么事。趁于大力扭头去扔旅行包，方乐言迅速转头让裴朝安分些。裴朝也知道自己刚才犯错，很老实的乖乖站好，默默的看着于大力着急忙慌凑过去，快我看看受伤了没。于大力薅着方乐言领子，瞥见他脖子上有道长长的红印子，那是刚才方乐言情急下推开裴朝，没来得及撒嘴给刮了一道，并且那周围的皮肤都泛红了。没事的，就是撞了一下又没划破。于大力担心的表情稍微缓解了点，然后就被方乐言推着朝外走，你去通知大家今晚吃饭时都聚在一块，我有事跟你们讲。于大力走后，方乐言站在窗边看了看外头游荡的丧尸，然后就朝着远处的警局方向看去。被廖飞推下楼之前，他就想去警局拿枪，只是那周围丧尸太多，一直没下定决心去冒险。现在有裴朝在就不怕了。末世之后物资越来越少，或许早晚也会跟别的幸存者产生冲突，也不知道别的幸存者都在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人。但是方乐言知道，既然自己都想过去拿枪，别人自然也能想到。晚饭的时候，方乐言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，提了明天要去一趟警局，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。不过方乐言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出去，基地这边还是要留人看守。暂定除了自己和裴朝，又带上了包括于大力的其余3人。
杨婷是个有主心骨的，方乐言嘱咐她留下照看，加上小区早就断电，所有人在天黑之后就早早回自己房间休息。从天黑以后，裴朝明显就在高兴，因为门已经锁上，现在终于又变成了他和乐乐两个人的世界。也许是发生的事比较多，所以方乐言显得有点累，迷迷糊糊的就靠着裴朝睡着了。后半夜方乐言睡得不太安稳，好像是做了噩梦，总是突然就四肢颤抖，浑身肌肉紧绷起来。裴朝在他出现异样的同时就睁开了眼，紧张的盯着方乐言，看着方乐言表情痛苦的模样，裴朝慌了叫他乐乐。方乐言没醒，只是噩梦好像被打断了，显得没有刚才反应大，不过还是微微有些发抖，好像很冷。裴朝用被子把他裹了起来。作为队长，方乐言平时睡眠很浅，几乎每天都是天刚亮就会苏醒过来，但今天天大亮，他也没有起床。于大力本来不想过来打扰队长，但是他们昨天商议好今天5个人一起行动，所以他犹豫半天，还是敲了敲门喊道：“队长，你起了吗？”敲门声一响起，裴朝的瞳孔就转向了房门方向。做了大半宿噩梦的方乐言也被吵醒过来，虽然睡了一夜，但他真正踏实安静下来还没1个小时，从丧尸怀里爬了起来，迷迷糊糊感到有点头晕，但他没有时间再缓解了，朝门外应了声，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站着于大力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：“我昨晚上做噩梦了，没睡好，你去让他们准备吧。”于大力应了声，觉得队长今天脸色很差。乐言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怎么看着蔫了吧唧的？以前他们就总开玩笑，互相嘲笑对方虚。方乐言翻了个白眼，朝于大力虚踹了一脚：“赶紧滚蛋！那你赶紧清醒清醒，下来吃点东西。”于大力见他没什么事就跑下楼。裴朝担心的走过去问：“乐乐，做梦？”方乐言揉了揉眼，连裴朝都知道自己做噩梦了，但他没跟裴朝提起噩梦的内容，笑了笑，转身去了卫生间。没事，我去洗脸就好了。洗了把脸，他才觉得清醒了些，但仍然忍不住想起了昨晚的噩梦。方乐言梦见裴朝突然失去理智，咬穿了自己脖子，然后一瞬不瞬的紧盯着自己，就那么看着自己被感染，慢慢变成一只丧尸。方乐言看向镜子中的自己，脸色苍白，可能是昨天差点被牙齿划破，才做个这样的梦，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裴朝明明是个人，只是感染了部分病毒而已，早晚他还会变回来的。盯着镜子看的方乐言有些走神，只能在心里不断的劝慰自己，裴朝一定会恢复过来，他不是丧尸，他还是人。深吸了口气，方乐言转身朝外走，一行人趁着大门外丧尸群分散，放轻脚步声离开了小区，没有选择开车，因为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会一路吸引丧尸，到时积攒聚拢在警局附近，会直接导致他们行动受阻。从居住地走过去，其实并没有多远，但因为还要紧张防备危险，所以显得有些缓慢。如果是平时方乐言带头，一定是精神百倍，但今天他好像真的有种生病感，浑身上下都很疲惫，不就做了个噩梦？不至于吧？方乐言走神，心声一出现，本来就有些无聊的裴朝立刻紧张起来，下意识伸手想去抱他，却被方乐言及时攥住了手。大家都在不能抱抱，裴朝可以不抱抱，但是裴朝心疼，乐乐累。裴朝在路上不断的伸出手去捞方乐言，试图像以前一样抱着乐乐走，都被方乐言拒绝了，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这段路。到了警局附近时，方乐言的发髻已经被汗给染湿了，几个人找了个掩体凑到一起，于大力这才发现他的异常。乐言，你是不是真病了？怎么脸那么白，还出那么多汗？都已经到了目的地。方乐言不想引起别人的担心，我没事，估计昨晚上睡得不好，所以今天显得没精神。大力，你们去警局附近找几辆车看看，小声点，这事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得在进入大门之前尽量找到能开的车，这样有意外情况的话，撤离胜算更大。跟其他人分开之后，方乐言就松了一直紧绷着的弦，整个人放松下去，虚弱感更加明显了许多。他黏黏的靠在墙边，对裴朝说：“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感冒了。”方乐言不认为以自己的体质会无缘无故感冒，如果真的是要生病，也猜测是腐烂发臭的东西太多，已经有病菌漂浮沾染在各处。这样想着，他有点担心往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疾病。他打起精神，挪动脚步，想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能用的汽车。刚走没几步，警局方向砰的传来一声巨响，突然传来的巨响让方乐言晕眩的思维瞬间清醒，紧张的看向街对面的警局，包括在另一头检查汽车的于大力等人。几人迅速交汇了眼神，然后不约而同的从2个方向朝着对面靠近。那声巨响还吸引了一些丧尸聚集在大门附近。方乐言拉着裴朝悄悄靠近，在警局大门附近找了个掩体停住。第一想法就是有幸存者把这里当成了暂居地，当初廖飞也提出过到在这里来驻扎，被他给拒绝了。这种地方目标还是太大了，会吸引来很多人，如果里面已经有人占领，那他就不得不考虑放弃这次行动，毕竟很有可能对方手里拿着枪。于大力他们就近也找了个掩体停住。就在方乐言打算指挥他们撤退时，里边再次传来动静，还隐约夹杂着怒骂喊声，声音若有若无的，根本听不清。方乐言心里正琢磨是什么动静的时候，旁边的裴朝突然学着里面说起了话：“给脸，不要脸，赶紧开门，把枪交出来，别等老子砸开这破门，进去砍死你！”方乐言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看了看距离这里起码10多米的大门，又看看裴朝，一边震惊丧尸王的听力，一边分析里面的情况。从砸门的人话里能听出，他们并没成功进入建筑的内部。他犹豫了会儿，觉得还是能试一试的。既然里面已经有人发生冲突，不如掺和捣乱一把，兴许能跟里边关门的人达成共识，然后分他一些武器呢。当然也可能同样跟砸门的人一样，与里面人成为敌对。总之还是量力而行。方乐言朝着不远处给大力他们打了个手势，双方迅速汇合。队长怎么办？于大力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更倾向于冲进去看看，不过最终还是要听队长做决定。来都来了，去看看情况。方乐言这话一出口，于大力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，捏着手里的武器，
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。几人观察了下被吸引到大门的丧尸数量，商量好后依旧是分成2路，打算声东击西。为了避免对方还有别的帮手，最起码也要留2个人在外面接应。方乐言的意思是让于大力在外面，这约等于直接在大块头脑袋上泼了盆凉水，拔凉的。不行，我得跟你进去。于大力这会显得有点任性，他担心方乐言现在的身体状况，那脸色都白刷刷的，而且每次行动时他都是要跟队长顶在前头的。于大力虽然很崇拜裴朝，但依然有点不服气。他看了看裴朝，没敢说别的，只能小孩气的叨叨了句赖皮。他突然觉得是裴哥顶替了他的地位，队长现在最依赖的是裴哥。哎呀，好心塞！裴朝盯着心里嗷嗷吐槽难过的大块头，歪过头觉得这个人也挺有意思，并且有被对方的心里话取悦到，超高兴，居然给于大力帮了腔，带他。方乐言被他忽然的发生感到十分诧异，没多会儿也意识到自己好像丢了原本的危机感，就因为身边有了裴朝，所以他不再把丧尸群当成威胁。但是别的队友都不知道这回事，就显得自己多少有点双标。小队长顿时觉得有点脸红，那就我们3个进去，其余2个制造点声音吸引走丧尸，注意安全。然后你俩找个地方暂时隐蔽。其实压根不需要他们吸引，只要裴朝想让丧尸排成2排站门口欢迎他们都行。但方乐言特意小声又交代了一遍，裴朝不让他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，所以乐乐的大丧尸乖乖地盯着队友发出的声响，默不作声地操控着那些动作缓慢的丧尸朝声音的方向移动过去。那点声响其实本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丧尸，不过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门里面，门锁已经被前面进去的人给破坏掉了，只是虚掩着。于大力拎着镰刀谨慎地保护在方乐言身后，不管是人还是丧尸窜过来，他都会第一时间挡在队长的后背。反观裴朝就显得轻松太多，手里替乐乐提着大刀，溜溜达达地跟在后面，也不管周围有没有危险。来到大厅，3个人尽量放轻脚步，也清晰听到了里面人说话的声音。就该让那群畜生咬死你！里面传来几声气愤的怒骂，之后就是哐哐疯狂砸门的动静，是金属碰撞到金属上的尖锐声响。不过早打的动静只持续了10多秒就停了。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就不信这门劈不开。那小子最好藏好点，别让我逮住。其中一人低声劝道：砸门要多久？门还没砸开，外面就被丧尸包围了。他不就是怕我们说话不算数，拿出诚意不就是了？方乐言下意识就拉住了裴朝的手腕，迈着缓慢的脚步慢慢朝里边拐角靠近。于大力跟在他们俩后面，看着这俩人拉一块的手，莫名感觉有点怪异，好像他心目中机敏稳重的队长一下子有了种大龄儿童的既视感。以前怎么没见队长拉我手呢？裴朝侧过头看向于大力，大力一惊，还以为是身后有什么问题，急忙回头看了看，一切照旧安静得很，又扭过来大眼睛用眼神询问裴朝：裴哥，你有啥事啊？裴朝瞳孔动了动，眼神从于大力的表情上落到他武器的手上，然后大力就相当猛地看见裴朝对自己伸手发出了邀请，想要把自己拿着武器的手拉过去。于大力尴尬的摇摇头，没敢说话，整张脸憋笑憋得通红。裴哥好可爱啊！裴朝盯着于大力想笑又不敢笑的脸色，无视了他前2句心里话，注视了他几秒，发现对方没有再产生想要拉乐乐手的想法，扭头就不再搭理他了。随着方乐言的脚步靠近拐角处，他拉着裴朝手的力道忽紧忽松，眼前轻微晕眩，甚至手指都不由自主在颤抖。这种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产生冲突，但他现在都已经站在拐角处，与另一拨人只有几米距离，不能半途而废。但随着浑身被汗水浸湿，他的膝盖都在发抖，心脏好像无法足够供血，眼前发黑，体温下降，视线也慢慢变暗。裴哥，机不可察地叫了裴朝一声，方乐言就缓缓地朝下滑了一截。裴朝反应迅速地把他捞起来，手里提着的刀尖磕在地上发出声响。于大力的脑瓜子瞬间麻了，里面瞬时传来大喊：谁？来不及过多思考，在对方跑过来的脚步声中，于大力迅速越过方乐言，站到拐角处，辨别着声音猛地抢起手里武器砸了过去。在对方脱口的骂声中，直接蹦出去一顿乱砸，武器甩得呼呼刮风。方乐言被裴朝捞在怀里捧着脸看，他的脸色比早晨时候还要白。裴哥，快去帮大力，他对自己出了状况，导致于大力要以一敌多感到焦急。裴朝见他着急，就把他放在墙角坐下。方乐言下意识去捞自己的刀，即使在这种连人影都快分辨不清的时候，他也想尝试让自己顶住，因为他是队长。如果对方3个人起了杀心，他就不得不把刀尖捅向对方，再杀一个。对方3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转身跑，但于大力不想跑，因为身后是他的队长，他不仅不能躲，还要防备有人冲向方乐言。刚才在里面砸门的人出声怒骂，而且看起来非常果断，拿着一把斧子就挥了过来，好像面前的不是活人而是丧尸。于大力虽然性格大大咧咧，却很善良，要不然也不能跟着方乐言一路救了那么多人。就算现在这世界人都快死光了，根本没有秩序可言，但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能杀人，手里武器每一下挥出去都下意识避开了要害。相比之下，对方就毫无顾忌，逼得于大力只能抵抗。另外2人还好对付些，只有那个抡斧头的像个亡命之徒，嘴里骂骂咧咧的凶狠至极。去死吧！随着又一次要自己命的斧头劈来，旁边还有个人挡住了他的退路。于大力以为自己今天肯定要被开个口子，慌忙举起手里的武器抵挡，紧张到了头皮发麻，斧头刚有劈下来的趋势，砰的一声闪过来道黑影，硬生生把冲过来的壮汉给顶飞了出去。于大力吓得眨了眨眼，瞠目结舌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裴朝像个野兽一样把那人撞击到双脚离地，身子一歪就摔飞了出去，准确地把另一个人也砸得摔倒。耳边传来了2人的痛叫，然后更加震惊地看着裴朝，又像头狮子一样连个助跑都没有，原地窜出去了2米多，把刚要爬起来的2个人一手一个拖了起来，然后抡起来了。大力整个表情都变得惊悚，眼睁睁看着裴朝提着2个成年男人，好像提着2破枕头，
愤怒地揪着衣服原地甩了3圈，然后气冲冲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，俩活人差点没直接磕死，其中一个直接不省人事。裴朝瞪着眼睛，脸朝那个还没昏厥的壮汉凑近，刚才还仗着自己有身肌肉在叫嚣的大块头，现在满脸的惊恐，看着裴朝的脸凑过来，他选择直接昏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一声大喊响起：“乐言！”裴朝听见于大力的喊声，慌忙扭头，只见3人中一直没冲上前的另一个男人，此时正攥着匕首朝方乐言跑了过去。裴朝瞬间暴怒，像只猎豹一样窜起冲了过去。方乐言虽然身体状况不佳，但他的自制力始终让他保持着清醒。从裴朝窜出去，他就观察到了那个在后面的人，在那个人意图扑过来挟制自己时，用尽全力举起了长刀。那人闪躲不及，奋力扎过来的刀刃唰的一声划开布料，在大腿上割了个口子。可他就算受伤了也不跑，只要把方乐言控制住，就有希望威胁那个力量惊人的。但他还是低估了裴朝，那人的匕首还没靠近方乐言的脖子，就已经被扑过来的裴朝抓住了头发。裴朝发出一声愤怒的低吼，那人被薅扯着头发疼得嗷嗷叫，手里的匕首下意识扎向了裴朝。裴朝连躲都没打算躲，他的皮肤已经变得僵硬，根本不怕疼。但方乐言怕，方乐言怕裴朝异样的体质被人发现，他把刀甩过去挡那个匕首。他头晕目眩，四肢的力气也是强撑起来的，根本就是靠意志把刀抬出去的。抬歪了，没碰到匕首，但是削到了对方的手指。室内顿时发出更凄厉的惨叫，手指被削，还被个怪物似的人扯着头发，这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凄厉的惨叫瞬间惊醒了刚才吓晕的壮汉，旁边的于大力顺势给了对方脑袋一脚，砰的一声又晕了。或许也是因为外头的动静太诡异，刚才这几人砸的那扇门开了个缝隙，有个人探出了半张脸朝外看。嘿，别关！于大力着急的从脚下人身上踩了过去，但还是在距离2、3步的时候，那扇门又关上了。于大力用手砰砰砰的捶着铁门，开门呢！我们是好人，怎么可能开门？刚才砸门的3人还躺在地上呢，在里面人的眼里，显然后来的这一波比刚刚的还凶狠。裴朝随手把疼晕的男人扔在地上，跑过去扶起方乐言。方乐言确实没有什么力气，他看向于大力说道：“我过去跟里面的人谈谈，看他愿不愿意加入咱们。”已经到了现在，直接空手而回有些可惜。于大力想要过去帮忙搀扶，结果裴朝直接打开了他伸过去的手，直接把方乐言横抱了起来。于大力猛圈了几秒后恍然大悟，觉得自己挺笨的，乐言都这样了还怎么走路？还是裴哥聪明。裴朝按照方乐言的意思走到铁门外才放下来。方乐言扶着铁门，手心的汗水在门上留下了一道热气痕迹，他怀疑自己是在发烧，但全身冰凉又有些不像。方乐言想大声跟里面的人说话，结果一开口发出的声音实在虚弱，大概隔着道门都听不清。裴朝在旁边扶着他，心疼的呼哧呼哧直喘气，越想越是着急，凶狠地盯着面前的金属门。于大力看队长声音虚弱，拉着门把手朝里边大喊：“我说你开门，好歹我们也算是救了你。”裴朝把拽着门把手的于大力推开，大力被裴朝猛地推了个踉跄，搞不清状况的看着他。只见裴朝后退2米，压低身子，眼睛死死盯着铁门，随后用力一蹬地面，瞬间冲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看起来并不壮硕的身躯撞在门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看着那道铁门上被撞的隐约有些变形，于大力震惊瞠目结舌，我的个妈呀，不开门就撞开，太牛了！除了方乐言，他没真正佩服过谁，现在的裴朝简直成了他心目中的神一样。伴随着又一次剧烈撞击，里头的人满脸焦急，只以为外边找来了什么厉害的武器，看那劲头不撞开是不会放弃。梁野已经在这里生存了将近1个月，这道门的严密程度可以挡住一切危险，但现在眼看着这么牢固的门都在摇摇欲坠，他看着手里的枪，神情紧张，是同归于尽还是开门？如果这武器库里真的还有很多枪，那梁野就不会过多犹豫。但是从末世病毒爆发那天，这里的警员为了镇压暴乱，已经把所有的枪都取走了，他手里的枪还是在外面丧尸身上搜出来的。想着对方如果破门而入，自己面对的结果也是一样，梁野把手里的枪塞进了衣服里，然后对外面喊道：“别砸了，我这就开门。”方乐言听见里面发出的沉闷回应，小声叮嘱裴朝和于大力小心，他手里有枪。伴随着铁门发出开锁的响动，于大力和方乐言都谨慎地盯着门，只有裴朝眼神冰冷，没有任何紧张。如果里面的人出来敢折腾，他就摔死他。门打开了一个缝，于大力没听方乐言的话，纵着冲动直接猛撞开了门板。门后的梁野后退几步，下意识想要掏枪，